Hello，我是 Captain Tom，你们今天好吗？上次有说到，成为一名机师有不同的训练途径。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点右上角的连结。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走自训机师这个途径的话，那在训练开始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适合你的飞行学校。在分享我的训练经验之前，有一些小知识需要跟你们介绍。在美国的飞行学校有2种训练大纲，一种是 Part 141，一种是 Part 61。这2个训练大纲有什么不同呢？它们不同的地方就是141的训练大纲是 FAA 认可的，那61不是。但也不是141的训练课纲最好，而是要看每一个人的训练需求。因为被 FAA 认可，所以141的课纲是很有制度的，而且他们的课程通常很紧凑，几乎是1个礼拜5天都要训练。那因为这样，达到可以考试的飞行训练小时比较少，至少要达到35个飞行训练小时才可以考私人机师执照。那至少要拿到190个飞行训练小时之后，才可以考商用机师执照。那61的课纲就没有像141这么有制度，它的课表是很弹性的，他们可以按照学生的生活形态去量身定做他们的课表。像是如果学生要上班上课，1个礼拜只能在周末2天训练，甚至更忙的1个礼拜训练1天，或者是1个月训练1天的学生，61的课纲都可以很弹性的调整。相对的，因为没有 FAA 的认可，所以61课纲的学生要达到可以考试的飞行训练小时比较多，需要至少40个飞行训练小时才可以考私人机师执照，至少要250个飞行训练小时才可以考商用机师执照。那讲到这边，单单看飞行训练小时去考执照的话，会很容易让人觉得选141的课纲的学校就对了，毕竟可以花到比较少的时间就可以考到机师执照。但是说真的，从我当飞行教练以来，很少可以看到有学生在35个小时甚至40个小时之后有足够的能力可以通过考试。那些少数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通过考试的，除了那些很有天赋的教过一次马上就会的人之外，通常都是在训练之前玩了很多模拟飞行的游戏，自己摸索了很多之后，有相对的肌肉记忆，所以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才可以很顺利，那也会很顺利的通过考试。要不然就是家人亲戚之中有人是机师，那他们从小就跟这些机师的亲戚家人去飞小飞机，所以在正式训练之前已经找到了基本的操作，也有了相对的肌肉记忆，所以通常这些人也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通过考试。那像我一样的普通的学生，如果在机师训练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小飞机或者是飞行模拟的游戏的话，要很努力的练习，才可以有机会在55到70个小时之间拿到我们的第一个私人机师执照。可能有人会想，在40个小时去考试，考不过的话再重考就好了。对于那些以个人兴趣想要拿机师执照的人来说，这个确实无所谓，考不过再考就好了，失败几次都没有关系。那对于那些像我一样想要以机师这个职业前进的人来说，一定要以一次就考过的心态去准备机师的考试，因为这些考不过的次数都会被记录下来。很多美国的航空公司在招聘机师的时候，会问他们说他们失败了几次，考试失败越多次的机师，被录取的机会就会越低。所以在使用141课纲的飞行学校上课的学生，好处是如果学生跟得上课纲的进度的话，他们的训练费用会便宜一点，而且很快就可以拿到机师执照。那坏处是如果学生跟不上课纲的进度的话，他们会被退训，会有很大的压力。那在使用61课纲的训练学校上课的学生，他们的好处是不用担心跟不上课纲的进度，比较没有压力。那坏处是需要的训练小时数比较多，最终的花费会贵一点。万一这个学生又是1个礼拜甚至是1个月才训练一次的话，他们的训练时程会被拉长很多，会需要更久的时间才可以拿到机师执照。说了这么多，到底要怎么选会比较好？选择飞行学校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所以我把它分成2个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需要考虑到你自己的情况，像是你本身的学习习惯。如果你是属于自主学习效率不高的学生的话，那61的课纲会比较适合你，因为你可以按照你的步调，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吸收这些机师的知识。
那再来就是你可以学习的时间。如果你的时间可以当全职的学生，1周5天都可以在训练学校训练的话，那141的课纲会对你很有帮助。如果你的情况只能让你半工半读的话，那61的课纲会比较适合你。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就是飞行学校的状况，像是教练跟学生的比例是多少。如果这个学校的飞行教练学生越多，我们被分配到的时间就会缩短。再来就是这个学校有多少个飞行教练，飞行教练越多，你就有更多的机会找到跟你合拍的教练。因为学习飞行就像学习其他科目一样，明明都是在教历史，总会有一个历史老师会比其他的历史老师更能够让你吸收历史的课程。飞行训练也是一样，有一些教练的讲解方式、语速、教学态度，可能会让学生在飞机内紧张，没有办法让学生更好的吸收知识。所以遇到不合拍的飞行教练的话，也要记得要求换其他的教练试试看。再来，大部分的人会忽略掉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教练飞行时数有多少？他已经快要到1500个飞行小时了吗？他已经准备要前往民航公司了吗？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飞行教练在累积到1500个飞行小时之后，都会离开学校往航空公司前进。那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呢？是因为每一个飞行教练有不同的飞行技巧。假如说学生还在打磨跟练习 A 教练的飞行技巧，那在 A 教练到达1500个小时之后，离开了飞行学校，前往了航空公司。所以现在这个学生在跟 B 教练学习。B 教练要是看到学生的操作不好，会建议这个学生自己的飞行技巧。虽然说在不同的飞行教练中学到很多不同的技巧，然后再从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飞行技巧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飞行的技巧需要练习，这也会对学生造成很大的困扰，而且会拉长他们的训练时间。所以要是情况许可的话，我会建议跟着一个教练，直到你考完你的机师执照。再来就是飞行学校的飞机有多少，飞机的数量越多，你就越有机会可以在你想要的时段做飞行的训练。还有万一某一些飞机需要进行维修或者是检查的时候，这个飞行学校还有其他足够的飞机可以让你持续的进行飞行的训练，而不会间断。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飞行学校的地点。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呢？是因为天气影响小飞机的训练非常大，像是冬天太冷、夏天太热、风太大，或者是太多的暴风雨或者是暴风雪，我们都需要取消飞行训练。如果情况许可，我会建议找一个在1年4季当中都比较不会被天气影响的地方做飞行的训练，像是加州、亚利桑那州、德州、佛州这些地方的气候就比较稳定。不过佛州还是要注意他们的暴风雨，试着去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对你找飞行学校很有帮助。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在底下留言给我。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谢谢你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按赞、分享。那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那我们下次见。